绅士的一个品味，我觉得它是蛮特别的一台车。英式雅痞，这是男人的浪漫，我喜欢它。真的很少看超哥这样开耶，真的是为了各位观众们豁出去了，有没有？打个招呼。收看我们频道绝对是有福利的，好不好？赶快订阅起来。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另外一台爱车啊，我非常喜欢这台车 ，Aston Martin 的 Vantage S， 它的新车价大概9年前介于1000万到1100万之间，勉强跻身1000万超跑。现在的价格大概在250万到300。其实我所有的车里面，我最喜欢开这台车。你没有问我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它开起来单离合器变速箱有那个顿挫的感觉，就很像我们人，它有一个小小的脾气。你在市区上开起来很轻松，因为它车价相对比较便宜，所以你心理负担没有那么大。开在路上心理负担比你要大。我也很怕人家来撞我，所以我会采取一个预防措施。我每次停车都离停止线有一段距离，大概是5公尺左右。那个货车都贴离我很近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孝子孝子，然后我会慢慢往前滑。我觉得预防驾驶就像我不喜欢开快车一样，可能是因为我老了，胆子也比较小。它是英国手工的内装，所以它内装做得非常的棒，质感已经超越了法拉利、Lamborghini。那我现在就跟你们介绍一下 Aston Martin 我最喜欢的这台车。跟各位介绍一下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英式浪漫。它左右的间距居然是不一样大的，左边的缝隙比较大一点。对，跟右边比起来，对。我曾经问过马丁原厂这个问题，他说这是很正常的啊，我们是手工啊。是被框了吧？还是我脑波弱？很特别，我觉得这跟人一样，没有那么的完美。这台车有4.7升，然后 V8。它有436匹马力，7速单离合器变速箱，像现在法拉利的双离合器变速箱，你完全感受不到那个顿挫。但我觉得车子也不能太好开，它就是一台很快的 Toyota。那这台车呢，引擎声音很大，换挡的时候都有一个稍微的顿挫，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的完美，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它的门是一个天鹅门，微微的往上，像翅膀一样。这个门设计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各位有没有试过，你的女伴一打开，敲到旁边的人行道，你就会想要骂脏话，叉叉圈圈，叉叉圈圈。骂吗？我会骂，当然会骂啊。我说你没有长眼睛哦。所以你是车比老婆重要？也不能这么说啦。我觉得这个是应注意，他没有去注意。东西就是要爱惜。对，东西就是要爱惜。我常常就讲一句话，我说买贵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它，而且你常常用，它都会变得很便宜。来介绍一下它的雅痞啊，不然大家都只记得你那个两边不一样，缝隙不一样。真的不一样啊！你看这边好大啊！被我讲完以后，好介绍一些好的地方。它基本上，我觉得它的内装大概是无敌啊。保时捷或者是法拉利或者是宝马、宾士都一样，他们用的是所谓的环保材质。当它的车到了5年、6年以后，它的这些东西就会开始脱胶了。你看这台车是2012年的 Vantage S， 它已经经过9年的时间了。不管它的碳纤维，它的手工真皮缝制的内装，我说真的，基本上它内装的质感跟氛围一定赢过太多的跑车。车子有多会跑，你还是开一样慢。对哈，没错，对啊，对我来讲，车子有多会跑，不是很重要。对，内装漂亮比较重要。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台车的铝圈啊。其实我是不改车的，我要先讲，因为这台车原厂的铝圈呢，实在是丑到惨不忍睹。那我就特别上 BC 的官网去配一组自己的配色，黑白双色，然后金色的铆钉。这个搭配呢，全台湾就只有我，应该很好认。大家记得跟我打招呼啊！你不要扒我，我以为你要撞我。大家不看铝圈，大家都看车牌的。大家看车牌都不码的啊，对。码什么？我们这行得正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对不对？我认为它在这个等级的车里面，大概300万内
它是现在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因为毕竟它新车价1000出嘛，那它的外形也很优雅，动力也足够。现在我就带查克去绕一圈，感受一下007的魅力。常常会觉得自己是开这台车就是007。我们现在其实准备要出去出任务了。水晶钥匙，然后对准这个洞。反应有点慢呢，那样呢？是不是电压不够了？哇，这个声浪，男人的梦想。其实它做起来目前的感觉不会像是一般超跑的避震这么的死硬哦。它这个做起来其实是比跑车比舒适，一般都是那种赛车式的那种 carbon fiber 这种法拉利硬式做的。教练哦，跟他打个招呼。我们现在感受一下，这个坐感哦，棒棒。对啊，完全其实我虽然说它加速感很强，但是在车内其实我们的晃动的幅度其实不会到非常大。但我老婆做一次就不做了。今天真的是豁出去了，为了给大家这种最直观的感受。我认为这台车它乐趣蛮多的，我认为它乐趣蛮大的。你去听它的引擎的氛围，你会燃起你的雄性的荷尔蒙，对，你会燃起你对车子的热爱。是看你的黄金右脚到底在这里。对啊，像我的话，你给我一台488，你给我一台大牛你给我一台大牛，我还是一样开这么慢啊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取决于在你自己的右脚，它也是一种感觉。我还是慢慢开好了。我晚上有闪光，我看不太清楚。因为大家曾经说过想看我其他的车，所以今天算是回应大家的许愿。那这是我车库里面有一台让我觉得很棒、很迎梦前的一台车，我觉得它非常的味道。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分享，超派人生。希望你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下次见，耶！过了3天以后，我出门的时候，哎，干我的法拉利嘞！我在地下室车库，我找不到我的车哎。我想想啊，对哦，好像还在金普顿酒店3天了，我都没有去牵车。这就是那个车太多的坏处啦。对，不借一台都不知道，被干走一台都不知道。